春雨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那栋楼吗？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关于江华学院废弃老楼的传说，而且还有很多恐怖的故事。江华学院建在坟场之上，学生入住后怪事频发，不是跳楼就是疯。无奈之下，学校只好废弃最邪乎的几栋楼，并请高人指点，按照八卦图布阵补建了新楼，这才太平下来。但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不许靠近废弃老楼，因为即使在大白天，老楼附近也阴风阵阵，而且被阴风吹到的女生，到了晚上就会梦游，她们像被什么牵着似的，会不自觉地走向白天驻足的废弃大楼，甚至进到里面。而这些大楼中最诡异的当属19号实验楼，该楼位于坟场的土蛇位置，所以风水劫煞，邪阴至极。但被勾去废楼的学生都会在第二天天亮前回到宿舍，并且忘记昨晚发生的一切，所以去过废楼的春雨和清幽根本没意识到他们已经被19号楼记住。早上时，学校组织了新生体检，需要坐大巴去医院，可春雨一上车就感到莫名的不安，似乎有什么不好的事即将发生。结果不一会儿，大马路上就凭空出现个男人，这个男人正是昨天19号大楼里的人，可他猩红的眼珠又着实不像活人。春雨惊恐地睁大眼睛与男人对视着，然而就在这时，大巴突然失灵，然后冲向迎面驶来的小轿车。春雨受伤严重，抢救过程中心脏骤停。然而不久后，他却出现在一部老旧电梯中。这部电梯悬空吊起，而且只有数字19这一个按钮。春雨按下数字键后，电梯就急速下坠，最后停在了地面上。听到凄厉的乌鸦叫声，春雨赶紧打开电梯，结果出去一看，眼前出现的竟是学校的19号大楼。春雨不禁怀疑，他这是死了，所以上这儿来报到了。结果进去一看，大楼里面还有几人，他们都穿着医院统一的病号服。你们也是出车祸了？我们在大巴车上。哥，就是他们把我们撞死了！不能瞎说！不是我们，不是我们！我都跟你说了，我没死。可强哥话音刚落，大楼的灯就突然熄灭，同时还响起了唱戏声，大家立马恐慌起来。随即大堂的屏幕上就出现了皮影戏，可这出杀戏根本不是我国已有的戏曲类目，而是有人现编现演的。强哥立马让黑二去后面看见是谁在装神弄鬼，可这一看却惊悚升级了。强哥，这后面没人操控啊！春雨感觉不可置信，赶紧绕到后面去看，结果一转头就看到了红眼男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究竟是谁？没时间了，你帮我留在这。皮影戏中的纸人全都活了过来，并且他们的纸兵器也变成了货真价实的冷兵器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鬼皮影，专门唱给鬼听？戏罢之后，皮影戏中的牛鬼蛇神就会现身出来，押解鬼魂上黄泉，胆敢不从者就会被他们当场刺死，连鬼都做不了。看到黑二流血，大家吓得转身就跑，可大门却突然关闭，这是要灭口的节奏啊！大家只能赶紧散开，各自找小道逃命。可那些皮影怪也分散开来，紧紧跟在他们身后。好在春雨很快就找到窗户，他赶紧拿起椅子砸玻璃，可看着普普通通的玻璃，却怎么也砸不开。而就在这时，楼道传来尖叫，皮影怪正赶着其他人把他们聚在一起，冲出去的春雨很快就被堵住，皮影怪将他们团团围住，准备大刀阔斧砍死他们。强哥哈勇吓得赶紧跪地求饶，他们已经出车祸了，要是再被乱刀砍一通，那可就太冤了。就在他们快要绝望时，大门突然打开，有个男学生走了进来，他拿着盘子敲击墙壁，把皮影怪引向自己。春雨看出来了，这个男生是来救他们的，于是赶紧带大家逃跑。刚进来时，他在1楼看到过大楼结构图，得知3楼有间独立储藏室。到达那里时，刚才的男生正好汇合过来，大家赶紧躲到储藏室中，并且插上了门锁。这个男生是江华学院的高璇，他是睡着时进入这个空间，比春雨等人先到一会儿而已。他也不知道现在是怎么个情况。很快，有人发现了一个老旧的柜子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很是奇怪，6个袋子。我们6个人，各位还记不记得，电梯按钮上面的数字也是10项？如果说这是一个禁食事件，那这一定是一场有组织、有计划的行为。那这个19可能是某个组织的代号，
他趁我们睡着了，把我们引到这儿。想到最近炒得火热的脑电波控制人脑，大半夜离家出走的传闻，大家都吸了口冷气。他们在医院生命垂危，却被引到废弃大楼了。那么现在的他们到底是实体还是灵体？如果是灵体的话，是灵魂出窍还是死后的鬼魂？就在他们越想越胆寒时，却突然发现袋子里都装着东西，分别是蜡烛、手电筒、吹风机、斧子、地图、平底锅。这些东西相对破烂，但出现在生命危急的时刻肯定是有用的。拿到斧子的强哥很快就丢下春雨等人，打算劈开窗户逃出去。他是社会人，心眼比这些学生多得多。结果玻璃还没劈开，强哥就成功引来皮影怪，而拿到蜡烛的春雨却露出诡异的笑容。所以你早就发现了光的作用，对吧？女孩误入学校废弃大楼，没想到楼里的画像一到夜里就会异变，成为杀伤力极强的皮影怪。但女孩很快就发现，这些皮影怪生性属阴，极度怕光怕火，只要被光直射就会变成纸人。所以当春雨拿到蜡烛后，就准备去配电室拉电闸，好烤死这些鬼怪。可皮影怪也很聪明，见伤不到春雨后，他们就掉头去了储藏室，因为储藏室里还有俩人。听到敲门声的清幽以为是春雨回来了，立马去开门。可就在这时，火柴！在手电筒的照射下，皮影怪变成了纸片人。这里已经不安全，高璇用手电筒开路，准备带俩人离开。结果他们刚出去，就碰到被皮影怪追杀的强哥和阿勇。见到手电筒杀伤力惊人，两人立马跟在高璇身后，试图夺过手电筒。根据这栋大楼的地图，所有出口都是封闭状态，也有可能就没有出口。所以现在的首选就是到达配电室，让整栋楼的灯都亮起来，先解决掉皮影怪，然后再想办法出去。走到拐角时，强哥和阿勇发起偷袭，拿清幽威胁高璇，用斧子交换来了手电筒，然后他们火速到达 A 配电室。结果刚进门，皮影怪就跟了过来。关门！别怕，哥在，别着急。与此同时，高璇靠着火柴成功与春雨会合，到达了 B 配电室。他们赶紧拉上所有电闸，可灯却没亮，这说明控制灯的电闸可能在强哥所在的电控室。然而危险已经逼近。眼看皮影怪就要破门而入，春雨赶紧把蜡烛举到门外，皮影怪这才被吓退。为防止皮影怪再度攻击，春雨把蜡烛放在门口桌子上，可头顶的风扇却突然转了起来，吹的蜡烛差点熄灭。应该是强哥推了那边的电闸，如果那个电视是控制风扇的，那照明总闸就在这个电视。几人立马寻找，果然找到了隐藏在电柜的总闸，春雨赶紧推闸，还是没反应。原来总闸的保险丝断了，要启动必须找根金属丝充当保险丝。看到摔在地上的吹风机，高璇灵机一动，抽出了里面的铜丝。可他刚递给春雨，蜡烛就燃烧殆尽，皮影怪立马破门而入。虽然情况危机，春雨却临危不乱，沉着地接着保险丝。高璇立马提起斧子上前，想要阻挡皮影怪，结果却被皮影怪砍了一刀，还跌进了水池。眼看皮影怪越来越近，大家都以为死到临头了，春雨却在最后一刻接上了保险丝。刚才凶神恶煞的皮影怪纷纷倒下，变成了薄薄的画像。随着皮影怪消失，在医院昏迷1天1夜的他们也终于醒了过来。但被皮影怪杀死的黑二却心脏骤停去世了。醒后的几人都以为自己昏迷期间做了噩梦，可一对梦境竟然都是同一个梦，这就诡异了。然而更诡异的是，医生却说黑二并没有死，而是已经康复出院。出院证明上的签名确实是黑二的笔记，可平时24小时都开机的他电话却关机了，这让强哥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。与此同时，清幽的头突然开始渗血，医生简单包扎后带他去做 CT。做完 CT 后，春雨就谨慎地带走了清幽。医生久久盯着两人，眼神变得意味深长。随后，他就掏出手机，发出一条神秘信息：他同屋的女孩出现排异反应，已经处理好了。
当天晚上，就在几人准备出院时，却又一个个突然晕倒，然后再次重聚19号楼，同一个地方连续的梦境，那就绝不是做梦这么简单。而且这次的人中没有上次在梦境中死掉的黑二，也就是说这场梦是淘汰赛，在梦中死掉的人在现实中就会被抹去，大家立马恐慌起来。而就在这时，地板上突然升起6个方柱，头顶的音响也突然出声，请各位到方柱前选一块身份牌。这几个牌子分别写着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，可春雨拿到的却是一块无字牌。随后，眼前的屏幕突然亮起，一只巨大的年兽突然从屏幕一跃而出。可这么多人，年兽却只追着强哥咬。高璇立马反应过来，这只年兽受细枪控制。此时音响播放的是弹枪，他便只追拿着弹牌的强哥。强哥吓得赶紧扔掉牌子，可下一秒落在地上的牌子却就地消失，随后又挂到强哥脖子上。阿勇见状，立马扑了过来，与强哥调换了牌子。年兽的追击目标就变成了阿勇。然而强哥还来不及缓口气，音响中的细枪就变成了丑声。这是要累死强哥的节奏啊！高璇一把抢过强哥的戏牌，替他引走了年兽。这种时候协作才有活路，不然等年兽个个击破，他们就死路一条了。就在高璇被年兽追击时，春雨发现了戏牌的秘密。换牌。年兽冲过来的瞬间，春雨将丑牌插进了铁门上的缝隙，随后年兽突然炸开，变成无数纸屑，而那扇门也应声而开。大家以为这就是出口，可他们刚跨出去，铁门就猛然关闭，而门外的场景却让所有人都傻眼。这毁了吧？这怎么又回来了？这像是一模一样。不行，阿勇，咱们回去吧。看来这是一个循环游戏。果然，下一秒年兽又完好无损地出现了。大家赶紧拿好手里的牌，并找到戏牌对应的门。可春雨还未就位，音响就播放起了末枪。他赶紧狂奔过去，把牌插进末门。可奇怪的是，这次年兽并没爆炸，因为音响在最后一刻突然转调，唱起了升枪。随后年兽就眼神一凛，转头开始追强哥，因为强哥手里拿着的正是升牌。升在这儿，升在这儿，快快快！随着年兽爆炸，生门也应声而开，强哥一次次被追，他快扛不住了，于是便换得无字牌，因为他发现年兽从来不追这块牌。可谁知刚进入下一轮，年兽就直扑强哥而来，强哥吓得撒腿就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不按套路出牌了？门只有5扇，牌却有6个，无字牌没有对应的门，这块牌要插去哪里？要是找不到插口，就得一直跑下去，或者停下来被吃掉。阿勇见强哥跑不动了，便再次去救他，结果却被年兽一爪子打倒，他赶紧把牌扔给强哥换牌，可强哥刚伸手，牌却躲了。哥。这张空白牌对应的插口正在年兽的铃铛下，他们能不能控制年兽，顺利将牌插进去呢？而这场脱离现实又与现实高度接轨的梦境，到底是鬼迷心窍，灵魂进入异度空间的大尺度想象，还是另类的鱿鱼游戏呢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。由于版权问题，感兴趣的宝宝建议去看蔡骏同名小说改编的新上剧集《19层》。我是小凡，咱们下期见。